刚刚有一只狗在弯那边呢，回踩。哎呦，屁股要触哦。野马就是野马。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已经接近30岁了，真的是没有多余时间去跟人家乱吹水啦，去跟人家吵架啦，睡觉时间都在这边想怎么把钱赚得更多。30岁了，真的是不能再玩了啦。可能到了这个年龄的我，还会自我怀疑一下，怎么不早一点开始投资？这几个月的我呢，换了一种理财的方式，所以我交给了 SEMI EA 一个自动帮我做外汇交易的机器人。外汇大家都听过了，什么是 SEMI EA 呢？它就是一个机器人来自动的做交易啦，但是有专业团队正在盯盘。什么时候开，什么时候关，都是他们在操控，而且它都是在马来西亚时钟早上到傍晚的时候进行，才能避开可能让行情大暴走的新闻时段。所以 SEMI EA 呢，其实很简单，最低门槛500块美金，什么都不用做。你看我大概是2个礼拜的这个成绩，大概赚了一个100多块美金，不多，每天平均大概是10到30块钱左右。当然，这个要抱着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啊，不求一夜暴富，只求不让我熬夜盯盘啊！请点击我 description 下面的这个链接，进入我的 Telegram 群，我们会在群里更新交易状态，还有机器人的表现，先进群了解看看啦。该讲的话还是要讲的啦，投资有风险，请根据自身状况来决定是否参与。AC off， 把风开大一点，我就开窗啦。现在反正天气这么凉爽哦，我们就拨到 S 档，可以用手动模式。这里还可以看一些 oil temp、oil press、transmission oil temperature， 给它打开来看也是可以的。可是我就要看一些综合数据 ，OK， 还有 auto hold 了。后驱车，前置引擎，后驱大马力。哇，如果是5.0的话，声音炸了哦。2.3的声音就输一点点，如果去改的话。可是2.3 Turbo 拥有这一个马力其实很不错嘞，300多匹。可是如果能够再 up 多少，我就不懂了啊。对啊，忘记把它调到 Sport 的方向盘，然后我们去 Sport Plus。降档有那个屁股。那个屁股很 happy 一下哦。为什么我要做美国麦币？因为它操控其实没有很好，加上后驱年轻人驾，然后很多人不会操控而翻车。哇，前面 4board 的感觉不错一下啊，其实。前面是一个 MC7 哦，后面是一个中国胎啊，Alenzo 啊，是吧 ？Alenzo， 所以后面涡轮有点不是很抓地的感觉。车身重量达1600公斤左右，如果是5.0的话，我看有1800公斤啊。
哇，刚刚有一只狗在弯那边呢，够力哦。大概越高转越有力的感觉了，这辆车 OK 了。再换一个大德波下去，6000转更有 feel。suspension 真的很美的啊，原厂的 suspension 真的很美，不错啊，它的那个小公司 brake not bad。它的这个手动模式哦，到红线也不会自动升档的哦，我刚试过了。只是说这个6AT 呢，对于现在新科技来讲啊，的确换挡有点慢，可是 OK 啦，在市区驾驶没有什么察觉得到，在山路的时候，它 response 是不错的，就是它换挡上面。如果比起现在野马现在是10 speed auto 嘛，10速的那个的反应更加的好。对，我老。开始熟悉它的操控是怎么样的。我对它的那个刹车的印象深刻，就是感觉到虽然车重，但是它给到你一个很足够的信心，很有力道。你说它的2.3公那个德波会不会很暴力呢？没有啦，没有很暴力，反而觉得是有力而平顺，它不会那种捶着你那种感觉。我相信这个要开上5.0 V8才会有吧，享受一下自吸高转而大马力那种感觉。关窗先，没有那边不用关，我关这边不了。我一开窗就听不到那种 speaker 声音啊。OK。
2.3的 engine 哦，就是之前有叫 Mazda 去 MBS 啊的后期来的，它的前身就是 MBS。可是我觉得那个手牙比较暴力啊，是吧？还是我都输少少。上去啊，女司机，哦 ，Best。not bad 一下啦，可以用啊！现在中國大約有保利啲嘅，會差。哎呦，屁股要出哦！野马就是野马，他的性格体现。這是什麼車 ？MK7啊？MK8 GTI 啊？前四啊，這個是吧？不懂哦，它改外觀就很難分了，是前四還是2000的？有放那個 logo，應該是前四。啊，我記得後面寫 Golf 罷了，應該是前四來的，要寫 GTI 才是2.0。我相信应该是整个 YouTube 里面马来西亚的驾野马上山只有这个 video 了吧。5.0的话头更重哦，只是玩直线会更爽。如果是8 AT 就好叫宝马的。现那个 facelift 过10 AT 更好叫，我觉得。那换牙换不停啊。奔驰不是有说咩？9速已经够用了，还要10速来干嘛？啊，好像 Ford 很喜欢用10 speed。Intake 才25度啊，够力哦！系风不错，这辆车啊，系冷风不错，是吧？你说它是不是一个很好跑山路的车？它不会是啊，可是它的确是没有讲很好驾，也不会讲很难驾，中规中矩的一辆车咯。反正觉得它的性格好像没有什么野蛮呢，它野蛮是在后驱罢了嘛，其他地方它还是很好操控的一辆车。稳一下原装的 suspension 原装的稳。
现在的变速箱温度是102度。如果必要的话，还可以加 AT 酷热的。如果你要的话，有那个屁股。感觉怎么样？第一次驾野马，你驾过上山了不是野马？有下雨天了，下雨天啊，哇，开心吗？屁股？不敢跑慢里。一直听到打压声后面。Cedric， 你用什么打压啊？Cedric 不懂用什么打压。都动哦这里。尴尬了，尴尬了啊 ！X50踩油了。哎呦，你要跑去哪里？一下子要转右。有些人不能 trigger 的哇，他被 trigger 的他就踩油了。Alright， 压箱是104度 ，oil press、oil temp 全部都是 normal。OK， 我现在放到去 auto 啦。OK， 好，野马虽然它不是一个拿来跑山路的车了，不是专做来跑山路，它是一个肌肉型轿车呢，它是给你开帅。我觉得如果它的变速箱换在 facelift 之后，那个时速会很好驾，真的。无论是直线加速也好，它的过弯过后的补油，它的灵敏度啊，会更加的好了。你可以拿什么车来比啊？肌肉型轿车没有得拿来比，什么 FK8、FL5 那些没有了，不能比了。你虽然它是后驱，也不能拿 Supra 来比啊，完全不一样东西，真的。肌肉型轿车，哎呦，哎呦 ，All right， 新地方，兄弟，哎，谢谢 Eric， 谢谢你。这辆车下一次会换脚牙避震啊。这是一头马，这是一头鹿，小鹿。野马 2.3 EcoBoost 在我这个频道出现那位，它是一个很帅气的车。如果你说要拿来跑山，我个人觉得它不是一个很好跑山的啦。要跑山的话，你买一个 Satya Neo 也好，更好跑。看我后面紧跟着 Inspire 就懂了。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试驾 5.0 的呢？很想听它声浪，一边听它声浪上山，哪怕开不快。好了，各位，这个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集的 POV 再见了，拜拜。